各位观众，现在在我手上呢，怎么感觉有讯号干扰啊？算了，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 Sony 最新推出的全新 LinkBuds 系列，拥有包括 LinkBuds Fit、LinkBuds Open 以及 LinkBuds 系列首次登场的蓝牙喇叭，叫做 LinkBuds Speaker。这个喇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今年 Sony 在 LinkBuds 系列当中加入了 Auto Switch， 官方名称就叫做自动切换的功能。不过用起来其实蛮酷的，比如说，原本我是用桌上的 LinkBuds Speaker 播音乐，但是我现在想换到耳机上听，那我只要在 LinkBuds Speaker 的旁边打开 LinkBuds Fit 耳机，然后戴上去，不用做任何设定切换，声音就自己切过来了。就是这么神奇，这就是 LinkBuds 家族这一次的特异功能，叫做自动切换。反过来也没问题，当你回家把耳机从耳朵上拿下来放入盒子里，音乐也会自动切换到喇叭上，让音乐继续播放。不过看回来，本期节目我们还是重点来看 LinkBuds Fit 以及 Open 两款耳机为主。今年的 LinkBuds Open 就是继承上一代 LinkBuds 的开放式设计 ，Sony 依旧非常有个性的在开放式方案上走着自己的路，继续采用甜甜圈的耳塞设计。虽然外观特别，但今年的 Open 可以说是大改款，并且凭借着进一步缩短的耳机尺寸，整体的佩戴感、舒适感，以我的体验来说，就是比上一代来得更好。而 LinkBuds Fit 则是主打降噪，同时保有舒适体验，并且号称拥有同级最好的环境音。另外一个主要亮点就是今年的 LinkBuds Fit 虽然定位略比 WF-1000XM5 低一点，但却用上了 WF-1000XM5 同款的 8.4mm Dynamic Driver X 单体，并且搭载同样的 V2 整合处理器，这也让 LinkBuds Fit 拥有支援 LDAC 高音质编码的能力，算是非常有趣的存在。等一下详细来聊。嗨，欢迎回来，我陈武啦。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体验我大索尼最新推出的 LinkBuds 系列新产品，一起来看看吧。嗨，欢迎回来，我是绿子，欢迎本集大来宾数位宇宙的陈武。嗨，我陈武啦。今天找陈武来，就是想借着陈武这个乐音无数的金城耳，来把今年这个 LinkBuds 系列的耳机讲清楚，并且 Sony Sound Connect 的 App 里面也有很多针对声音调节的功能。那如果有谁可以把差异讲清楚，那其中一位肯定就是陈武啦。感谢，叫我金城武就好了。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耳机的外观设计。前面我们就有说过，这次 LinkBuds Open 会是一款全开放设计的耳机。那全开放的意思就是，相较起一般耳机大多拥有耳塞，目的是一定程度隔绝外界噪音，甚至你可以自己去更换各种材质的耳塞，做到更好的物理抗噪，降低外界对你的干扰。而全开放式耳机就是完全反过来，要尽可能不隔绝外界噪音，并且不需要什么环境音模式让你听得清楚外界的声音。全开放式耳机主打的就是有带跟没带一样，你的朋友跟你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不过做成开放式不遮挡声音好像很简单啊，抗噪做差一点不就好了？但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啦。开放式耳机的技术关键就是如何在不遮挡声音的前提下，还能牢牢的把耳机固定在你的耳朵上面，而且重点是不只是固定，还要舒服。你干嘛？没有，舒服。说到舒服 ，Sony 在 LinkBuds 上面其实就已经用上了这个环形单体的设计，也就是前面这个甜甜圈本身就是 LinkBuds Open 单体的位置，这也让 LinkBuds Open 这个形态在市场上非常独树一帜。Sony 没有选择耳挂、耳夹或是半入耳的形式，而是继续走自己的路 ，This is the way， 可以说是非常有个性。没错。非常有个性。那这一次在 Open 上最主要的改进就是 Sony 换上了体积缩小的新一代 11mm 环形单体。听感我们声音段落等会再说。但是因为换了这个新的单体，让 LinkBuds Open 的长度得以缩减2mm， 可以适应更多小耳的朋友。我自己在佩戴上觉得差异最大的地方，会是这一代新开发的空气耳钩。用实际佩戴感受的话，我自己用上一代 LinkBuds 的时候，左耳的耳挂处被顶久了，还是会有点痛痛的。而新的空气耳钩虽然在佩戴的时候，可能我左耳天性难搞，还是要调一下，有点卡卡的。但细胶耳钩的确比上一代更舒适，可以让耳机牢牢扣住，安全感也更好。不过我也补充一下，因为 LinkBuds Open 的外观设计比较特殊，然后又是 One Size， 用单一尺寸符合所有耳型。如果你的耳廓比较大， LinkBuds Open 也有随附加大版的耳廓可以替换，所以记得一定要到现场试一试。然后请店员跟你说一下正确的佩戴方式，抓到角度后佩戴起来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然后另一款 Limbus Fit 在外观上就相对单纯，就是大家熟悉的入耳式设计。亮点主要是在舒适性上，以及本体只有 4.9 克，不到5克啊，可以说是相当轻巧。没错，前面讲到的空气耳钩在 Limbus Fit 上面也有。那对我来说，这个耳钩在 Fit 上是更加分的。Sony 这个上方空心的上空耳钩，不会像之前戴过的其他品牌，久戴会卡会痒，接触起来非常舒服无感，更接近有戴却仿佛没戴的境界，可以说是耳机界的003。对了，这次包括 Limbus Fit 和 Limbus Open， 无论你选的是哪一款，都是支援 IPX4 的防泼水等级，日常使用稍微滴到水珠，在使用上也更无忧。然后两款也都有5种颜色的保护套以及耳钩可以自由替换，选你自己喜欢的配色风格。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成武的领域——声音体验。那声音体验部分，我们会分为3大面向来看，分别是听感、降噪以及环境音。我们先来把主打降噪的 Limbus Fit 讲清楚。今年的 Limbus Fit 在规格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今年的 Limbus Fit 明显在定位上比先前的 Limbus S 更高了一点。光是在单体上，就直接从先前的5mm 换上了跟 Sony 自家旗舰真无线 WF-1000XM5 同款的 8.4mm X 动态驱动单体，再搭配上同款的 V2 整合处理器，所以同样出现 LDAC 高音质编码。那如果你想要启用 LDAC 的话，除了手机要支援 LDAC 协议，还要记得在 App 里面选择声音品质优先的选项。打开来之后，你看首页这边就会从原本常规的 AAC 解锁变成了 LDAC 的 icon， 还有这里可以开启 AI 演算法强化的 DC Extreme， 然后包括360 Reality Audio 头部追踪也是全部支援。我们这边也实测透过 Xperia Mark 6连接，你看设定这边的确可以成功开启头部追踪功能。并且今年3款 Limbus 系列产品也都支援 Windows 的快速配对以及 Google Fast Pair。长按耳机后面的配对按钮，进入蓝牙配对模式后，手机上就会直接弹出配对视窗，按下连接，这样就完成了，非常简单。并且透过内建的蓝牙设定选单，就可以直接看到耳机和充电盒的剩余电量。然后今年的 Limbus 系列也都支援了同时配对2台装置的功能，你可以同时连接手机和笔电，然后随心切换。再搭配上这一代更加亲民的售价，这也让 Limbus Fit 自从推出以来，就有蛮多人在问，到底要怎么选呢？那我们就来聊一聊 Limbus Fit 的声音表现。好的，这次 Limbus Fit 的单体从上一代的5mm微动圈升级成了 8.4mm Dynamic Driver X， 跟 WF-1000XM 同款单体。直接说听感的话，原本上一代的 Limbus S 属于蛮中性的声音，中低频较多，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音染，人声算扎实厚实。对于歌手的嗓音变化，比如说怒音等呈现呢，会比较还原一点。它反而高频略暗，亮感偏少一点。毕竟上一代的单体小，很难做全面。那根据原厂收到的回馈是，消费者似乎觉得声音太白开水，但我觉得蛮好听就是了。所以这一代调音风格大改，低频加亮，中高频加亮，更讨好大众耳朵，但又跟 WF-1000XM 很不一样。即使它们单体相同啊，Fit 微微明亮人声会比较柔和，乐器线条轮廓同样柔柔的，而 WF-1000XM 则是让女歌手唱出来更带点索尼式的甜味，清晰度更高，那乐器线条啊细节量也会再明显一点，所以 Fit 可能适合喜欢声音舒服耐听的族群，而 WF-1000XM 就适合对音乐层次细节更讲究的人啦。那接着我们来聊聊 Limbus Fit 另一大重点——降噪以及环境音。我们把它合在一起讲。我觉得在噪音和环境音上 ，Sony 在 Limbus Fit 这款耳机上选择了一个相当精准的产品定位，并且也可以回答到大家很好奇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 Limbus Fit 都用上了跟旗舰同级的硬体，那如何拉出两者的差异呢？ Sony 的选择是没有顶级降噪和音质，那 WF-1000XM5 依旧是直至今日在音质、降噪、体验和售价上的均衡旗舰之选。而 Limbus Fit 没有要跟它拼了，而是想要在舒适性、降噪达到平衡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最近很多人看中的环境音效果。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到 ，Limbus Fit 和之前 S 完全不同 ，Fit 采用新的柔软贴合式耳塞，盒装里面有4个尺寸可以选择。它这个新的耳塞采用更短的除音导管，让耳塞只有浅浅的塞进耳道，不像之前做的很深很密合，所以耳道舒适度明显更高，但会牺牲一点隔音性。另外，除了耳塞隔音，这款还有做泄压孔，减少戴上耳机后耳朵被闷住的感觉。有泄压孔会来得更透气，但透气也就意味着会牺牲点隔音，所以 Fit 的主动降噪效果会因为隔音性受到一点点影响。
部分中高频更难消除啦。所以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 Feed 的 NSR 是略低于 S 的。不过我觉得这种事就一体两面啦，因为耳塞耳机更透气的另一个优点是环境音会更好做，并且这次 Sony 的环境音的确也做得很好。这次 Limbus Feed 在 App 里面其实提供了高达20档的环境音，在室内一般8档9档就很接近一般人声的音量，20档大概就是蜘蛛人等级的听力了，可以听到远处同事到底在聊什么。不过其实也不用这么复杂啦，直接在 App 里面开启自动环境声音这个选项就好，系统就会根据你所在的环境自动调整最合适的环境音等级。目前玩下来的选择档位都还蛮自然的，并且记得在 App 里面开启着装语音这个选项，系统就会自动把环境噪音的声音降低，然后让人讲话的声音更加清晰。上次出差坐高铁的时候就体验到什么叫做戴耳机还比拿下来更清楚的表现。另外，在降噪上，这款一样有自动降噪最佳化的设计，系统会根据你所在的环境自动调整降噪效果。没必要在办公室的时候把降噪开到最大嘛，降噪过强的耳压感也不太舒服，所以系统会根据环境自动调整。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透过 App 开启弹性音效控制的功能，这个我觉得对于会搭捷运或是在路上走、上下班通勤的朋友来说都蛮好用的。耳机会自动侦测你现在是静止状态、走路状态、跑步还是公车搭捷运，然后你可以去独立设定在每一个情境之下，耳机是要降噪还是开启环境音。比如说我这边就设定静止坐着的时候开启降噪，走路的时候自动调整成环境音，可以听到周遭的声音，但是也不用太大声，第9档就好。然后跑步的时候，合体有时候是会有脚踏车的，环境音开到最大比较安全。然后搭公车、搭捷运的时候选择降噪。目前用下来判断的时机都还蛮 OK， 对上下班通勤来说算是蛮实用的功能。整体来说 ，Limbus Feed 对上下班坐车通勤、飞机引擎底噪来说都已经蛮够用了。另外，推荐大家可以开启说话至聊天这个选项。简单来说，就是你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会自动切换成环境音模式。有时候跟朋友说个2句，不用手动切换，直接讲就好。我觉得这次 Limbus Feed 的环境音效果玩下来，大概总结一句话，就是目前索尼家最自然的一款，并且你刚刚讲到的自动环境音，我觉得它判定相当滑顺智慧，帮原本就自然的环境音更加分。另外，这一款也跟 WF-1000XM5相同，它只要侦测到突发的高频噪音，比如台铁、高铁进站的刹车声、公车进站哔哔叫，这一款也会瞬间关闭麦克风，避免被炸耳朵，要好好保护自己。这常常是旗舰耳机才具备的功能，可以说是相当贴心。好，那 Limbus Feed 应该是该讲的都有讲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 Limbus Open。在 Limbus Open 的声音表现上，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随着 Open 的长度缩短，它的单体也从上一代的12mm 变成新的11mm。不过根据 Sony 的官方文件，这组新的11mm 单体在中低频的音压有所提升。其实 Limbus Open 的声音就如同 Sony 所说，他们透过加强单体效率，让最大音量更大，低音更多。听感上尚算属于蛮中性的声音，中频与高频没什么音感，也比较突出。因为环形单体中间有挖孔，会影响能推动的空气量，因此低频较少。这代单体效率变高后，低音的确变多了，主要是中低频段，连带让中频人声的厚度有所增加，整体变成中低频比较突出，听感包含音场啊，大概是介于开放式与半入耳式之间。简单说 ，Open 借由单体技术的升级，让声音更为讨喜，主要就是补强大众想听的懂吃懂吃。对了，可以跟大家补充的是，这一代无论是 Limbus Feed 还是 Open， 透过新的 Sound Connect 连接之后，就可以看到等化器这边除了有内建8档的 EQ 设定之外，还有一个找到您的等化器功能。接着系统就会给你5个大方向，不同声音的风格让你选择。接着再缩小范围，选择你喜欢的声音风格，最后找到属于你的 EQ 设定。我们也让陈武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我带大家来看 App 功能。首先，我们先来讲操作。Sony Limbus 系列，无论是 Feed 还是 Open， 都是采用点按的方式进行操作，可以分为点2下、3下以及狂点3种操作模式。那左右耳可以分开设定，所以总共可以设定6个功能。比如说我设定成右耳点2下播放或是暂停，点3下跳到下一首歌，然后狂点右耳就可以调高音乐的音量。那左耳呢，我就设定成点2下切换环境模式，在降噪和环境2种模式当中切换。然后点3下就自动播放 Spotify 的音乐，狂点左耳的话就降低音量。而狂点耳机，这样耳朵会不太舒服，对吧？ Sony 当然也想到了，所以他们加入了广域点按的设计，你只要按在耳机前面的位置，让皮肤稍微有震动，就可以成功触发手势，而不用真的按在耳机上面。另外，建议在 App 里面把灵敏度调整为高，这样更好触发。
另外，因为这2款耳机都内建了陀螺仪，所以这代也加入了头部动作的功能。当我电话打来的时候，你可以点头就接电话，然后摇头就挂断电话。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开启语音通知的功能。只要设定好 Google 语音助理，你就可以选择当你收到哪些 App 通知的时候，要在耳机里面念出来跟你说，还是提醒。只要选重要的 App 就好，把这个功能当成通知过滤器，而不是接收到更多干扰的讯息。而在续航力上，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2款耳机本体分别可以提供5.5以及8个小时连续播放续航力，充电仓就是可以提供额外15.5以及14小时续航力，分别达到总共21以及22小时的续航。在帮你的实测中，正常音量下，并且开启 ANC 主动降噪，1个小时大概小要21%左右，并且2款也都支援快充，前者做到充电5分钟播放1小时，后者则是达到充电3分钟播放1小时，速度都蛮快的。整体来说，我觉得 Sony 今年的 Linkbuds 系列整个产品走向还是相当明确，在提供同级有竞争力的声音品质，强化佩戴舒适性的同时，继续去推各种的智慧功能。毕竟把声音做好，就对 Sony 来说只是基本功。那如何去拉开 Sony 跟其他真无线的差异？这几年 Sony 的走向就是定制各种硬体、独家开模，最后就是各种智慧功能去增强耳机的使用体验。比如说这款有 AutoPlay 的功能，你可以透过 Sound Connect App 设定不同使用情境下，只要戴上耳机，系统就会自己播放音乐。我觉得用起来还是蛮舒爽的。只要戴上耳机就开始播音乐，你不用还要解锁手机，打开 Spotify， 然后选音乐一系列操作，戴上去就播放，对于只是需要音乐的时候非常实用。另外还有一个背景音效的功能，打开来之后，系统就可以模拟不同环境的声音。我觉得尤其是咖啡馆这个选项蛮酷的，系统会自动分离音乐的组成，然后甚至模拟出环境的残响，听起来就真的像是从咖啡馆的天花板喇叭播出来的。在工作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有人一直在你耳朵旁边唱歌很烦，而是真的可以当成背景音乐播放。不只是这些，还有前面提到的会自动切换的弹性音效控制、自动环境等等，都是 Sony 目前与各家真无线拉开差距的地方。最大的差异就是 Sony 不只是有而已，而且还做得更智慧。而前面提到的 Linkbuds Speaker 预计是明年第1季才会登场。不过自动切换和 AutoPlay 这2个概念也是真的挺实用的，让音乐变成自动化的一部分，你只要拿出耳机享受就好。而在音效上比较特别的是 ，Linkbuds Speaker 采用双向扬声器设计，并且拥有高低音双单体。以这个体积来说，声音表现和聆听的空间范围有所惊喜。此外 ，Sony 还特别强化了收音，将顶部麦克风尽可能隔离，避免震动和声音干扰。应该可以说是很少数强调可以通话的蓝牙喇叭，也是 Sony 目前通话效果最好的一款。那如果以目前市场上这几款耳机的话，好奇你会想怎么选？其实 Linkbuds 系列的核心本质向来在于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的连结。Open 借由2粒甜甜圈打洞，做到物理上真正的通透，而 Fit 则是靠软硬体辅助，做出智慧自然的环境音。2款都能帮你连接外界，看完邦尼更是帮你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款式，推荐给你各位想要耳朵好好透气的锁粉啦。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内容。也再次感谢数位宇宙的陈武来帮你这边做客啦。那也记得要去订阅数位宇宙啦。我是驴子，我是陈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